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首先是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前夕，美国机场航空旅客安检数量创下新纪录，超过290万人接受安检，打破去年感恩节后的周日创下的纪录。亚特兰大机场作为全球最繁忙的机场，周四客流量创下11万1000人的历史新高，周五客流量紧随其后，达10万09,960人。下面这条，7国集团财长就美国提出的使用俄罗斯被动资产筹集资金援助乌克兰的计划达成初步共识，但具体方案仍需在6月领导人峰会前敲定。接下来这条，今年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新车优惠力度创多年新高，电动车尤其值得考虑。由于新车库存充足，经销商纷纷提供折扣，以腾出空间迎接新车型。2023款车型平均折扣达4127美元，2024款车型平均折扣为1741美元。下一条，津巴布韦电信监管机构已批准埃隆·马斯克的 Starlink 获得许可，准许 SpaceX 的卫星部门在该国运营。Starlink 将为偏远地区提供高速、低成本的互联网服务。让我们关注美国阵亡将士纪念日周末，更多人选择乘飞机出行，导致汽油需求下降，而航空燃油需求上升。预计航空燃油需求将以 5% 的速度增长，预计将提振夏季石油价格。下一条，尽管近期回调，华尔街专业人士仍看好大宗商品的长期前景，认为基本面仍然强劲，创纪录的上涨行情仍将继续。接下来，沃尔玛终止与第一资本的合作，后者不再是沃尔玛消费信贷卡的独家发行方，现有持卡人仍可继续使用第一资本沃尔玛奖励卡并积累积分，直至另行通知。第一资本将保留信贷卡账户的所有权和服务权。下一条，投资组合升温是指评估投资公司是否符合全球变暖目标。然而，使用 MSCI 方法计算升温存在数据不充分等缺陷，难以准确衡量投资组合的可持续性。下一条，风险最高的担保贷款凭证的部分收益率飙升，在大西洋两岸达到约 20% 的年化收益率。因贷款表现改善，债券利差收窄和收益增加。接下来这条，流媒体巨头在盈利道路上取得进展，通过提价、打击共享密码、增加广告、支持层级和裁员等措施。然而，大多数公司仍在流媒体业务中亏损，投资者对能否持续盈利持怀疑态度。下面这条，美联储的首选通胀指标显示通胀压力有所缓解，证实了央行官员关于降息时机的审慎态度。经济学家预计，剔除食品和能源的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本周五将上涨 0.2%， 将是今年迄今为止涨幅最小。下面这条，特斯拉首席执行官马斯克的人工智能初创公司 xAI 计划与 Oracle 合作，从2025年秋季开始建造一个超级计算机，为其 AI 聊天机器人 Grok 下一个版本的提供支持。下一条， WeatherXM 开发了一个社区监控气象站网络，使用区块链收集和共享本地气象数据，以提高预测准确性。该公司已部署5000个气象站，所有数据均免费提供，付费企业可以商业使用。下面这条，南非4大政党开始为周末的选举做最后冲刺，选举可能导致该国30年来最重要的变革。最后为您播报的是，波利刘易斯敦促特斯拉股东拒绝向 CEO 埃隆·马斯克支付560亿美元的薪酬方案。报告认为，该方案规模过大，对所有权集中具有稀释效应，而马斯克的异常耗时的项目已随着他对 Twitter 的收购而扩大。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